啊！哎，大家伙早喽！7月12号星期天，今天出来跑长距离了，特别闷热。今天跑30公里，前25公里跑渐加速，现在是第一个5公里，第一个5公里跑在5分以外就好了。之后从4分50多开始，每5公里加10秒，到第20公里就是21到25这5公里是一个大加速，一下从4分20加到3分54以内，然后最后5公里冷身。这是夏训以来的第一个长距离渐加速。还有100米，我们就进入第二个5公里。第二5公里好像是4分40多到4分50多，从喷水池一直到那边那大桥大坡，一个来回5公里，所以我算准了回到这儿出发。好，到了啊，4分42到4分54。这不是整数的原因是，我是按那个阈值配速的百分比调的课表，这样可以方便分享给别人。我就没有写绝对速度。我一般自己的课表，我自己给自己排都写绝对速度，这样一般就是整数。但是这种配速下差几秒没关系，你要是做阈值训练或者间歇训练，那几秒就很关键了。这种课很难跑到特别稳的配速，10快10慢的，尤其是在慢的组，整体的平均大差不差就可以了。就手表提醒你快了，不要马上就一下慢特多，慢了也是就慢慢调整吧。跑到2-3公里差不多就稳了。我这条路有挑战，我这条路每一个5公里有18米左右的爬升，集中在一个坡，不是那种稳的爬升。夏天跑长距离不容易，这种5公里5公里的这种，会稍微心态上会觉得时间过得快一点点吧。夏天的长距离，我觉得就到我这个水平以后，可能理智点说1个月2次比较好，但是像我现在的训练强度我做不到，平常的强度有点大，那就找主要矛盾。今天的会员节目就讲这个，跟大家分享我这些年找对主要矛盾的时候，我突破的特快，找错的时候呢就没有突破，或者突破特慢。现在我觉得我的主要矛盾想再往前走一步，得趁着还不太老，再往上拉一拉天花板。所以周中的速度课现在是我的重点。今天就是觉得最近跑的有点少，否则今天也不安排这么长。我本来是想跑30公里渐加速加5公里的冷身的，后来我怕可能不行，可能太累，倒不是不行，肯定行，但是太累的话，后天又是合练的日子了。现在是第3个5公里，目标配速是3分31到3分42。刚才我看见大河源先生了，我从来没在礼拜天看见过他，一般都有比赛。这已经很闷热了，有点憋得慌。跑快了。像这种分5公里5公里的，就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因为你的脑子一直在控制配速上。反正至少我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我总就说马拉松太难了，找到那个自己对付自己的办法，就对付自己，不是跟自己和解的办法，就变强。有人就喜欢，我就有耐心，我就一直慢慢跑。有人喜欢我就要特快，但是呢，你看我喜欢和大家一起竞速，但是跑量就会下降，长距离就会变少。那我的长距离就这么跑，而且其实就算不变少，我也认为长距离如果一味的追求慢和长，反正至少马拉松你跑进3个小时以后没什么用，
哎，又慢了，因为你不可能用比马配慢1分钟的匀速跑一个30公里，指望你的马配变强，尤其是个高手。高手其实不需要太多这种就这么拉长距离去堆有氧了，因为日常的训练量已经不低了。看戴和叶先生拍照，哈哈。今天每5公里加10秒，之后20到25公里跑3分50，然后再休息5公里就回家。在这儿喝点水，还有几十米，第4个5公里。刚才这个平均配速4分35，正好在要求之间。水搁下。下一个4分21到4分31，上一组正好跑在目标中间偏快1-2秒，非常合适。现在是第4个5公里，要求421到432，还是到431不记得了。现在为止427平均，一会儿最后一个就要跑进3分57，还是3分54，不记得了。冬天的时候是要尽力跑到目标马配的。我还有30米。好，开始。2公里前我吃了一个能量胶，稍微有点快，可以这样就合适。嘿，拉走。
3分48，平均这个5公里。可以，夏天就是难，跑完都得走2步，肩膀都较劲了。最后，这天气我这强度，3公里喝一次水，对，但是没这条件。我大概是33公里，啊不对，20，哎都晕了，18公里喝的最后一次水，然后18公里喝完水，吃了能量胶，之后从20公里开始，这5公里平均3分48，前后可能快一点，中间其实又软弱了，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出来，中间又软弱了。有一点点掉到3分50多，或者很大一片在3分51。每个人的坚强和软弱的定义不一样啊！你看你得要什么？其实破4的选手不是因为跑得有多快，是耐力足够，匀速跑完一个马拉松。但是再想往前，每个人上限，绝大多数人的普通人的天花板其实不高，绝对速度。40来岁，1000米能跑进2小时50的，太少了，几乎就3小时上下。在这个瓶颈下，那些能跑2分啊不对，能跑2小时半的人，和我这种能跑2小时38的人，这8分钟就是巨大的，是不是勇敢的，我是不是能顶的差距？其实你让我去跑3分35，我是能跑，我大概能跑20多公里，因为我的半马是3分27，但是我到现在没有勇气去挑战全马，就用这个配速，因为它离我的极限配速太近了，也不可能，因为我的阈值秋冬的时候是3分24，现在因为夏天涨到3分28或者是3分29，3分24的时候来到100公里的冠军啊，100公里6小时10还是6小时9？哎呀，都不行了都！哎，来到这个跟我那次挑战100公里似的，当时这想的就是完赛就行，跑了9个小时0几，那还30多名呢，好像还是60多名，不记得了。那就不够勇敢。其实我的能力，我跑8小时，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有这个硬件条件。但是那就体现出是不是坚强了，就并不是说没劲儿了不想跑了。那次从60多公里，从50多公里，我就从精神上不想跑了，就精神上先垮了。这就是练与不练的区别。今天我这壶水特带劲，今天这壶水没有能量，但是东西特多。一包我每次冲的无糖电解质，还有一包是开普敦马拉松博览会上一个补给品牌送的，说是含樱桃和咖啡因，100毫克咖啡因，这红的就是它。然后还有一包是有一次这边的一个马拉松，这边有的马拉松开始和结束之前的运动员集结区是发那个这么小一包，叫 BCAA， 就只有 BCAA 和调味，说3700毫克，我把这仨给兑一块儿了，特浓，得接点水来喝。看这兄弟，波士顿 Boston College， 所以每个人挑战自己勇敢的边界。马拉松是什么呢？就是更远更快。就你的训练永远是让自己突破自己的上限或者边界。你看，你从只能跑几百米到能跑5公里，那不就是
今天试试1公里，明天试试一口气2公里、3公里，慢慢的就习惯了。速度也是，5公里从36分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快，最后对吧？最后18分甚至17分，高手跑到15分多，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勇敢的这颗心也是。哎，小伙伴们都回家了。刚才剪辑发现，就这个相机冲完水之后，麦克风又被水糊住了。我当时其实吹了半天，但是没法实时监听，我也不知道，声音就被捂住了。咱们重新分享个结尾。正在看阿根廷的球，今天是累了，这入夏以来的第一个长距离。其实去年夏天长距离就跑得少，前年不少，因为前年准备那100公里，但是不快。今年这种渐加速。去年夏天跑得少，去年因为有那个富士登山的那个比赛，再加上各种忙碌的事儿和之后的场地赛就少。今年想，就算有这比赛，也得把长距离搞起来。我觉得夏天的长距离跟冬天不一样，夏天更锻炼心理和意志品质。然后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